或许能问出来。总觉得这小子像一个人。250，你醒啦？快喝了。什么时辰了？这是何处？你发了一宿的热了，出了这许多汗，又酸又臭，这张榻怕是要不得了。这是阿舅特意给你开的药，喝了便好了。给，甜的。你饿了吧？你的吃食在外面，我去给你拿来。李元清此人的身份你可知晓？南唐秦淮社的大东主。你如何知晓？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的。你为何会在秦淮社的船上？这个问题可以不答吗？那我换个问题，你是否知晓，那天夜里来的那艘货船是谁家的船？山岳社。你如何知晓？这次能说吗？能说，猜的。哎，你这250，嗯。那你来猜猜看，那天夜里他们交易的是何样货物？这个我可是真不知道。那我来告诉你，他们交易的是铠甲。啊？这漏了刑期的可不是一般武士，这是铠甲，便是官宦人家私藏衣服，都是谋逆的大罪。盗卖铠甲的事情一旦揭露出来，可是要问大逆的。合族男子问死，女眷皆入教坊。照你的意思，老爷子是盯上此事了。却也未见得这么快。只要手脚迅捷，还来得及补救。太尉。哦，此番出库的赏赐有什么不同吗？不曾有啊，比往日的都妥当。比往日的都妥当啊？怎么说？往日出库的赏赐呀，不是黑便是灰，而此番呢却是大红，那颜色呀，又鲜亮又好看。拿回家去，家里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，甚是体面。都是绯红。咱们内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红，听说别的都有的是绿，有的是青，也有黑灰两色的。如此说来，都是杂色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，末将告退。何成群这个傻才，好大的胆子！杨老算你疯了！上次带兵冲闯内库，你有几个脑袋？都给我听好了，在这个院子里，是人家何都将和狄都兄弟们的财产，我们只管将所有的账房与仓库上锁，然后便退出院外，只管守住外围，不许人进，更不许人出。明日午时之前，若要跑出去一只耗子，
钻进来一只蚂蚁，都是咱们兄弟们的罪过。连头擅自带兵封锁内库，我这便去禀报大王。无需你去禀告大王。老太尉，明日一早，老夫约了东府使军，彻底搜检内库，所有的账目、凭证、库存，字迹刻旗，一律封存。待明日搜检审核之后，老夫自会禀告大王，到时候该砍谁的头，便砍谁的头。动手！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，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。其他东西都好说，库里的假上尉武器，明儿一旦查起来，这仗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。这老傻才，存心要置我于死地。要不，把账房的锁砸开，先把账做平了再说。如此妙计，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？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，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，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瞒不过的。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，既做不了账，也补不了甲，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，等着人来砍头？程某倒有一计，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。头都夹到脖子上了，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？福儿过来。喂，250，我后来加价了，300。不算，就是250。你有何事？我阿娘和阿舅，请你去前厅。白日间不是见过了吗？说也说了，问也问了，还要如何？这一遭不同，又有什么不同？我家阿兄回岛了，是他要见你。你阿兄？水丘公，三哥，三郎能将虎子带回来吗？准定是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余家娘子不会迁怒于虎子吧？你就安心吧，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。早点歇息吧，孤的身子骨怕是熬不了夜了。不好了，来人呐！不好了！大王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大王，开门！不好了，大王，是丽春院啊，是内库，这丽春院他走了水了呀！快！这小鬼头，口中半句实话也无，倒真有乃父之风。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。
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，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。大知司也未曾对小子演讲，大娘子原本实得父王。月黑风高之夜，大知司杀人夺船，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小子实是不敢不谨慎从事。你谨慎的并不为错。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，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，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？母亲，罢了，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。我身子有些乏了，要去歇息了。有什么事，明日再续。恭送母亲大人。行了，你们兄弟自叙话吧，我也乏了。真娘，阿佑，随我回去歇息。是阿舅。恭送舅父。三哥，回去再收拾你。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衙诸军都指挥使代运，因劫宗藩，豪夺内府，毁焚宫禁，戕害军上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洪佑篡谏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西安侯钱洪佑心存险诈，志有不群，因结内军，着即交械兵权，符印，罢衢州刺史，褫夺西安侯爵禄，下狱使台狱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。拿下！且慢！九郎君，你要做什么？大表哥，你说这是父王遗教，可有证据？教命上有先王玺印。九郎君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既是教命，为何没有诸位丞相、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？更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袁学士手书，何似这教命反倒不是袁学士笔记？九郎君不要胡闹，这是军国大事，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？大表哥此言差矣。你手持黄卷，口含天宪，要夺西安侯的兵权、差遣，还有爵位，还要拿他下狱。教命之上，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，又不见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，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，矫诏夺军，却又来害我三哥？不用跟他聒噪，只管拿下就是。此人是山岳氏东主，南唐细作，为何却在此处？你所宣读教命，到底是父王的意思，还是敌国细作的意思？抗拒王命，罪在不赦，一并拿下便是。是，将九郎君与钱洪佑一并拿下！都不要动，都不要动！我乃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元帅第九子，前世嫡脉，内衙诸军都指兵马右使。主郎，汝等再上前一步，我便自强于此。害我性命者，独招打，诚招越者也。尔等皆是帮凶，身负吉祥夷三族。九郎不肯奉教，持刃抗命，你便这样回来了。九郎君乃宗室至亲，末将不敢擅传。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所致？三郎君、九郎君皆宗子也，此乃留后家事，不当问外臣。
护灵公为先王顾命，可有意教我？昨夜李晨院大火，先王洪氏便其昼夜，敌我难辨，老夫不得已诛杀代孕，非常之事，情非得已，不得为承平之法，刘后不得不查。护灵公是让我射了三郎与九郎。刘后应该明白，三郎和九郎是不同的。三郎就在军营，深结军心，更见代孕已死，仇怨已结，便没有回头路。若是处置不当，恐国家有负心之患。身为人主，不能以私情害国事。处事要果断勇决，万不可做无人之人。让大郎兄去射三郎。三郎，父王，九郎困倦的厉害，在里面睡着了。九郎无事，那就好。我要惊扰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去哪儿？御史台还是刑部？内衙杜鹃说，还好，不是要我此刻就自刎。要保吗？你看从命，自是不用。走吧。七哥，到底错在何处？想明白了没有？六哥当了大王了，便没了兄弟了。谁若是这时候还念叨着兄弟二字，那便是弥天大罪，该千刀万剐的。昨日夜里，你在何处？六哥是今日当上的大王，昨日夜里须还不是大王。昨日夜里的事，原该父王来问才对。父王问了。父王问：七郎何在？我到殿外候命，未经通传，不敢觐见。父王又问：
酒郎呢？我的，许是睡着了。要传他前来吗？父王说，小孩子较长，酒郎素来好动贪玩，许是白日间闹得倦了，让他睡着吧。你为何要骗父王？我明明不在。我问你自己。昨日里，父王病天之际，还在心心念念他的儿子。那个时候，你这个做儿子的，可曾记挂起这个久病的老父？阿爹，阿爹！这里毕竟是关押获罪宗室子弟的地方，相较于刑部而言，已经好很多了。九郎，无事吧？被罚在奉贤殿跪了半日，如此而已。还好，还好啊。你要我帮你做些事情吧？你会做吗？大郎兄，连你也不肯救三哥吗？九郎，你的师叔虽说不算出色，可论及9章算筹，多少年的老账子也要甘拜下风。千数万数都算得明白，眼前的这些人情世故却为何如此的糊涂？你这心性，何时才能再长大些？我确实不懂什么人情世故，我只知三哥无罪。六哥心里十分明白，却偏偏要杀三哥。大郎兄心里更是明白，却还是亲自拿了三哥去向六哥表功。满朝文武公卿，人人都明白三哥其实无罪，只因兵权，遭了六哥的忌，这才身陷囹圄，却无一人敢出一言来救三哥性命。若是这便是人情世故，若是这便是长大了，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长大，不要懂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。九郎君，使君不是不肯救西安侯，而是不能救。郎君自家也说了，西安侯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他手中握着弓箭都和乐骑都的兵权。若说这便是罪，前世宗子里罪过最大的不是西安侯。使君身上担负着内衙诸军都统军事的差遣，罪过只能比西安侯更大。郎君明鉴，要救三郎君在杭州是救不了的。先生的意思是？下官什么也不曾说。这一趟差事十分紧要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郎君放心，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，识得清楚。此去汴梁，一来是奉表告哀，二来是体看风俗，三来是礼敬重臣，尤其是封令公处，须得当面拜会，待吾之意。臣谨遵君命。
水秀公即为使臣，按常例，当加大元帅府判官。自当如此，自当如此。臣敬献刘后。事情有些麻烦，若是乾元观尚在，修一封书信过去，看在阿姐和姐夫的面上，吴越国中当不会为难阿祖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明日我要进钱塘口，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。你们此番带来的船，无论是福船、广船还是沙船，我都要用。我不只是要船，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，一并去壮壮声势。传我的黄龙令，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，明年的旗津全免。第一次进岛的，各与单龙旗一面；原本单龙旗的，一体进为双龙旗。如此，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。我只嫌船不够多。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祖，我便截断钱塘，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。诸君，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禀刘后，黄龙岛的于大娘子乃是先元帅府典业孙廷辅公的遗孀，虽分据海岛，不服王化，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心。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，怕是为代运和西安侯之事而来。涂昭达，刘后，你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这样贸然兴兵，意欲何为？此等海贼宵禁，不服王化久矣，问之无益。那依杜卿的意思，只有兵戎相见意图了。正是。那就请杜卿即刻登船，与于大娘子相约一战。臣刘后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小杜纵然不成器，好歹给杜灵公他老人家稍存颜面。诸君，使我吴越绝路。而今国难当头，谁能带吾前去，问一问于大娘子的来意？在下愿奉王命，带刘后登船面见于大娘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刘后，在下程昭月，山岳社执事，蒙先王恩德，赏了一个乘风郎的伞阶。自此刻起，你便不再是8品的乘风郎，吾让你做一任内衙诸军的内都监使，换一套紫色朝服，赐金鱼带，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她到底要干什么？承蒙刘后信任，
下官必当殚精竭虑，披荆斩棘，全力以赴，不辱使命。杜情，刘后，借你一帽一用。啊？程昭月见过大娘子、大侄子。山岳社之名，吴越闻名。文秀与程东主也是神交久矣，却不知何时又成了吴越国主驾前的内衙督监啊！程某这个内衙督监，做了不足1刻光景。原来如此，看起来吴越国中公卿文武，俱是无胆之辈。大侄子此言，深得我心。新国主有什么章程？程东主尽管明言。那还要看看大娘子跟大侄子是何章程。钱家的九郎君欠了华龙社250斤赤金，恐怕贵上国主千令不肯给，故此亲自来讨这笔款子。这却从何说起？这笔买卖确实有证人的，秦淮社的李大东主便是证人。此人，程东主想必是识得的。不过250赤金，不用国主点头，程某便可应承大侄子。还有吗？将我的阿佐送回来，还有老戴的家人眷属、尸身棺椁一并送来。我自退兵回岛，自此前世在岸，孙家福海再无半点关系。既如此，程某这便告辞了。距午时还有1个半时辰，告诉钱洪佐，5时之前见不着阿佐的人，我便先拔了他的钱塘水阵。刘后，臣以为谋国事，不应行商贾之道。六哥，这江面上林林总总，少说有100-10条船舰，250斤的赤金，说起来也没有多少。若不与他，这于大娘子怕是不肯退兵。臣请刘后不打迭命，以悖逆之罪，废钱弘佑爵禄，夺其国姓，复其本名，贬为庶人。钱弘佑本名孙承佐，犯了刘后名讳，他的毛病出在了逾越本分上，便改名孙本，以彰其过。刘后可以遣庶人孙本登船面斥贼人，以大义责之，贼众必然羞愧无地，且寻自退。大郎兄以为呢？袁学士老成谋国，臣附议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多大人了，还这么扭扭捏捏拿琴做菜，不义之家，何来怜悯之心？当年那负心贼入赘田家，老娘我肚子里怀着你，一颗眼泪都未曾掉过。
转头我就嫁给了真娘和阿佑的父亲。30年了，未曾掉过一颗眼。现在他人也死了，过往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。三哥，阿娘，你看，是那小贼。三哥，三哥，跟他老子的恩怨倒是了结了，却又欠这小子一个大人情。也罢，回岛之后，你便收拾东西，到杭州西府去伺候他5年，还了这个人情便是。啊，阿娘，你不乐意啊？若是5年之内，他若破了真娘的身子，必得备下6礼，娶她为正妻。阿姐周密，若敢学他老子负心背义，老娘也不介意拉上几百条船，再进一次钱塘口。你在看什么？这口井有个名字，叫钱王井。当年我阿翁起兵，摄中军于左近，因没有水喝，便叫各位叔伯与我阿爹一并通力打了这口井，取水为士卒解渴，这口井因而得名。骗人！这里离着西湖近在咫尺，哪里就用打一口井来取水？再说千万军卒，这口井又如何能记得是？分明是你在骗人。好吧，这故事是我编的。你为何要编个谎话来骗我？不是想骗你啊，我是想骗骗我自己。你说我们家这些个兄长们，若真都能像这瞎话里的叔伯们一般和睦齐心，该有多好！你将酒壶放下呀，老拿着不累啊？这叫待客之礼，你懂不懂？我大郎兄又不是客，他住在此处，分明是主，咱们才是客。你这条舌头如此可恶，便该一并切了，与大郎君下酒。哎呀！事情没有办成，我去求了七哥，让他劝六哥放了申继义，却被七哥骂了一顿，说我不是体统轻重。七郎如今也长进了。七哥进了相府，便似变了一个人，说什么都满口大道理，脸色也是一日比一日难看。我去求了他半日，被他罚去奉仙堂跪了2个时辰。以后不要去了。无妨，2个时辰而已，又跪不坏，还能默诵9章，全当课业罢了。哎，我是说以后不要再去求七郎了。他现在是相府大参，国家重臣，身份不同，许多事情不便宜了。六哥也不便宜了，七哥也不便宜了，三哥回了岛上也不便宜了。好端端的一家兄弟，如何便突然间都不便宜了呢？家事成了国事，还能如何便宜呀？北方战况不明，从莱州登陆之后，怕是后面的路便不好走了。
郎君可是要受些委屈喽。师君，郎君，前面似乎有些不妥。啊！啊！你看，黄龙社的战船啊！哈哈。是我阿兄，阿兄，阿兄，三哥！朝廷兵马虽多，可最为倚重的不过2支，一支是晋阳刘知远，一支是腋下杜重威。杜重威降了，刘知远独木难支，自保尚有余。进取则不足。眼下最麻烦的还是朝局，京上不比先帝呀。高祖皇帝虽说有儿皇帝之基，但毕竟也是当世一代豪雄啊。统兵用士，御将用人，威望隆重啊。陈良，坐这一块吃吧。不要，你们3个人说的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坐在这儿也是无趣。看你们2位老哥这么多年不见面了，一见面就说这些无趣的话，也不嫌烦恼。九郎啊，还是这般好玩性的。这如今也入了朝堂了，这些个军国之事，怕是由不得你不关心了。我家先祖遗训叫做势大。契丹铁骑再奢折强横，他总不能一口气骑着马冲过长江来吧？中原之地，便是搅成了一锅烂糊粥，换上他20-30个朝廷，70-80位天子，又何损于我吴越半分？郎君这是在吴越太平之地待久了，未曾见过天崩地裂之危啊！汴梁城中，谁做天子，皆是一般的称臣奉表纳贡。那天崩地裂，又与我等何干？三哥，你尝尝。九郎还是太年轻啊，小心思、小聪明是有的，涉世未深，见识浅薄。六郎是如何想的？该拜七郎来才是啊。人总不能一辈子年轻。该见识的，总要见识；该承担的，总要承担。这世上本没有桃花源。你看。事情不太对呀！什么不对？北军南下，两军对战之地当在腋下之西南。纵使轻骑迂回，也应该超游西边的兖州和冀州，万万没有绕路数百里到东海之畔打草谷的道理。三哥的意思是，此处并非两军交战之前线。契丹铁骑便是伸了3头6臂，又如何放着京师不取，反倒绕远路过来？将莱州烧为焦土，因为就不是他们烧的。走。骑马要用腿上的力道，夹紧马腹。你抓着鞍环不管用。你闭嘴！你还是莫要骑了，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说了让你闭嘴！哎！
玉，摔伤了吗？你看，就算摔一跤也摔不坏的啊，其实无妨的。你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我不要。哎呀，莫赌气了，你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我自己会走。你自己会走，汴梁还有那么远。走吧，我带你。你看，御马不能靠手，你得用双脚。马是极聪明的，你轻轻一碰，它便知道要做什么。你需要做的便是稳稳地坐在马背上。试一下，双腿夹紧，夹紧了吗？怎么样？稳了吗？走。走。这些都是人骨。那个人在做什么？他太饿了。这。梁军，还是用一些的好。眼见入了冬，北方月色热闹，肚子里边没了热乎劲儿，身子遭不住啊。再来一些。此番回去，我再也不用骨头熬汤了。那些丢在路边的遗骨，玉宦官是完全不管吗？这里是平卢军的辖地，从黄巢起乱到现在60-70年了吧？兵乱加上病患，年年都有人死在道左。中原的寓所早已经被废止了，这里又不是州县的治所，谁会理这些啊？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，是他们怕阻塞道路，妨碍过兵，这才清理到路边的。这么多尸身，是要出大事的。这北边来的人，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。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。疾病固然是可怕，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，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，能够患病而死，已经是大福了。杨军，你不喝一些吗？此事有贼人，警戒！
司军、郎君，这边无事吧？出什么事了？启禀使君、郎君，来了一伙子夜贼，身穿官军的服色，貌似在追杀什么人，一路逃一路追，见这边有火光，便撞了进来。将士们可有损伤？咱们人多又有防备，阵型结得硬实，没有死人，伤了12个，重伤4个。贼人呢？贼人有马，没能全部留下，逃了11个，可留下活口。有2个轻伤，马腿斩断了，见走不脱，自枪了。哦，前面逃的3人，死了2人，还剩1人，身中3箭，背后挨了1刀，还有口气儿在，救吗？河东军，贼人的尸首在哪里？林子里，带我们去看。请。他们穿的是官兵制式的衣甲。很显然，他们不是契丹人。使君，这是从一个军校身上搜出来的。魏博牙校，番汉内外马步军孔目。这是河东晋阳军的编制，字里可用句太原便有了，实则是沙陀人的亲兵。这孔目大约是个官职吧，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收拾下东西，即可动身。此处不可久留。那个人呢？他伤太重了，走不了的。一旦受了风寒，只会死得更快。北边藩镇之间的仇杀龃龉，非我吴越偏帮所能预闻。这件事，咱们管不了。那便把他扔在这不成？用马驮着带走不行吗？郎君，咱们马匹本来便少，再带上4个受伤的亲兵，便有4个督校要走路行军，那些都是咱自家兄弟，都体谅的。此人身份未明，为了他强令督校让出一匹马来，弟兄们怕是要有些议论。谁要你们让马了？将我的马牵来，用我的马驮着他，我自家走路去汴梁。好了，收拾完了，动身吧。郎君，骑卑职的马了。从探案到现在，就没见到过几个活人。你上一遭来也是这般模样吗3年前这里萧索归萧索，但是县城周遭还是有人烟的。郎君，江主，今日已经不热了，此一关该是渡过去了。他何时能醒过来？确实不知。等到了京师，给他寻一个好些的医师，再好好诊治一番。接着睡。干好了。上任侍卫秦军下班之役，杨光义参见大使。如何是你来接我们？快快请起。
便是不必多礼。小人们奉了相公的军命，来迎接大使，一同入境。今时如今，情势如何？不大好，腋下的兵已经占据了丰丘，强风直抵陈桥驿。东面东明镇外的赵皮和通瓦乡2座寨子都有斥候滋扰。带队将官是谁？是张国军的张太尉。张彦泽，此人用兵一向有凶悍彪扬之名。北临丰丘，东掠东明，这是要从侧面迂回，截断京师南路。东明有多少兵？是谁在镇守？好叫这位贵人知道，东明虽然有2座寨子，但是没有多少兵马。要真打起来，也是一日间的事。东明一旦泄露，下一个必是陈留。小人今晨路过陈留，陈留令跑了，城里已经乱了套。小人们没有进城，是绕城过来的。今时如今，是谁在主持防城大计啊？此事说起来尴尬。太尉和将军们推脱了1个多月，相公们也没个主张。那冯令公呢？老令公是10几日之前回的京师，这太尉们排着队，又是金又是字画想见他老人家，可是1个都没见到。每天只是在京中加班，兵上的事一律托给叔父，问都不带问的。那天子呢？回这位贵人的话，小人身份卑微，宫里的事不能知晓。只是听说前几日有几位黄门内官偷了一些金银细软，想逃出城外。冯令公下了一道军令，斩在了明德门外。得趁着陈留还没被封口，抓紧时机过去。天下大乱了，尘沙泛起，一团污糟烟尘里面，谁也不知躲着什么样的魑魅魍魉、洪水野兽。在吴越时，我总到六哥无情，这一路所闻所见，我才知道六哥的不易。比起这中原的新天子，六哥可强太多了。怎么了？身子不爽利？那确实怎么了？你再不痛快，饭总不能不吃啊！特意给你拿的菜汤。我只是觉着这一遭下来，和我想的不大一样。确实不大一样。你说吴越如何便不会这样？大约是人不一样。都是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，又有什么不一样？吴越没有兵乱，也没这么冷。其实吴越也并不安生，辜负那么忠直的一个人，平白获了罪便丢了性命。阿兄也是啊，若不是阿娘一怒之下截断了钱塘，怕是也要……功勋们各有各的心思，宗室里面也有家务事。可这些跟梨树前手都没干系。农夫稼穑、渔子营生，皆无碍的。平日里有辽浅渡修河堤，有营田司兴水利，没有流民，也没有乱兵。这道路两侧也没有这许多百姓。你说的这些，都是极平常的，可在这里却见不到。你说的是啊，这都是极平常的，可在中原却都没有。
家计，今时居然不惜劣迹。人太多了，展讯恐会生出乱子，需早做准备。这条路被堵住了，绕路吧！大爹，火太大了，这人手不够啊！你指挥的4个队，现在还能动吗？我差人把他们调过来。等等啊！你亲自去。我，那宫里着这么大的火，你10里以外能看见？恐怕外城现在早就乱成一锅粥。你带着你的4个小队，接上去，看见杀人劫财的，当街剁了。还有，瞎子。那这儿有我呢，做好你的事情。这是军令，卑职遵命。来人，在！你抓个人过来问问，谁看见天子了？快去！难道是谁？这不是杜预家的赵小郎吗？小郎不去杜预身边伺候的，却来扫洒家的晦气。说，看见天子了吗？到处都找不着官兵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官家你在何处啊？去，把那们去找，快点！陛下找到了！陛下找到了！快！快跑！臣是为秦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前来救驾。官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火是天子自家放的？内侍省左班副都知蒋平是这等说的。官家命内侍们搬了12桶猛火油入殿，泼洒完了之后，是官家亲自点的火头。这是乱命，蒋平如何敢奉诏？蒋平说，官家是跪着求他的，说想死的体面些。蒋平是侍奉先帝的老人，一时心软，这便糊涂。
天子欲弃天下，做臣子的岂有不死谏的？燕树小人，还说什么心软？那最后又是谁救下了天子？他自己怕了，不肯死了。令公明鉴。奉国君之事是你家大郎所为，让他来老夫这里如何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末家领命，替臣子谢令公恩惠。所有车辆居左停靠，行人靠右，各自回家。大郎好威武！他娘的，出外差终于回来了啊！赶紧帮忙，兄弟们，辛苦了！把马车围起来。在下侍卫秦军马步军第18指挥赵匡胤，请足下一步下车。是杨光义叫你来的。杨光义乃是我的结义兄弟，赵红英是你爹。你认得我爹？我要见令子。家父现在正在宫中，那我便去宫中见他。宫中戒备森严，家父虽是侍卫秦军管军，但也不能坏了规矩。现在都已经是什么鬼样子了，还讲个求规矩？啊！你受伤了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各位贵人吉祥，下官詹南。如今城里这几日是人心惶惶，传闻张彦泽的兵正沿着汴河过来。唉，这城里头倒也是有兵，但群龙无首，不知道是门神还是祸害。哎呀，就连下边的洒扫杂役啊，这几日也都一个个不见了踪影，还要劳烦各位贵人们自行安置啊。那日常肉蔬米麦一应供应，应该让寺里谋筹送进来吧？上官现在都没了，待明日下官去寺里砸开库藏，看看还有没有盈余的躺钱。只是如今这城里大乱，怕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。哎，等等，方才你说砸开库藏？是啊，库藏的钥匙在四成的手里。哎呀，7日前便跑了，权且只能先砸开，就是砸开以后，也未见得里边有银。银钱我们有，詹军可否代为采买？哟，小郎君有所不知啊，这城里的市集啊都歇了市，要是少买一些，还能挨家挨户的高价去求得。几百人的吃穿用度，却是不易为之。石秀大人莫看我，卑职只是一名武将，平时也没做过火头军，这类事情。还请跪上通禀，我要拜见冯令公。契丹主已到了腋下，桑相公专程来与令公讨个主张，如此大事都还没个章程，天子却又自家在宫里放了一把大火，时局危殆，令公需早做决断。什么主张？决断什么？官家靠不住，天下人皆仰赖令公的。要做天子的是杜重威，主张也好，决断也罢，该管他去要。这杜重威阵前降敌，致使河北沦陷，局面崩坏，如此人品心术，何得以为人主？
国桥御医，何人为人主啊？说与老夫听听。令公，官家予以弃天下，此非令公之过也。改乱归正，以复大行皇帝统序，此其实也。三国桥，你走吧。令公，莫要等老夫骂出声来。王大进者，令公也。桑相公，大郎，你们2人候在此处，不要乱走。是。冯令公，赵红英到了。末将赵红英见过令公。陛下如何？安置在资德殿，服了些汤水，已经睡下了。看顾得紧一些。诺。你还有事？人在哪里？省外后进。带他进来。令公怎么说？你带他进去吧。我带他进去？没错，令公命你为带玉器械的中书门下侍卫指挥，堂札以下，自即日起，每日来此站班。来这儿？哎，启禀令公，卑职昨夜巡街，路遇此人，他声称元朗，卑职在。中书门下与你的堂札，你父交予你了吗？谢令公提拔。卑职乃河东节度使司藩汉马步军恐怖官郭荣，拜见令公。你是郭文仲的儿子？正是。何时抵京的？昨夜晚间，与吴越国使臣一道。吴越使团？张太尉的兵占了华州，兵逼陈桥，卑职被迫绕道，却在途中遭腋下牙兵截杀。偶遇吴越使团，幸为其所救，才得以安然来京。吴越使团知晓了你的身份吗？不曾，卑职知道厉害，途中一路诈睡，不曾与他人言语。文仲自家读书少，调教儿子还算用心。小子不敢当令公谬赞。你担了天大的干系，一路波折，冒死入京，所谓何事啊？实在是卑职之罪，手下兄弟懈怠，连人什么时候走的都不晓得，还请大使韩寒责个。2个大男人看不住一个昏睡多日的病人，你这兔死爪，扯我干嘛？人没了，终须得有个说法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哎，贵官不必挂念，此事本就怨不得贵上下。天子失德，河北沦丧，乾坤败坏，
上下世序，乃至火焚恭敬，今时一日三更，公卿贵庶皆不得安。令公数十年，背负天下人的期望，临危之际复向庙堂，此乃社稷之幸也。于此危急存亡之秋，正该效仿武侯诸葛亮之风范，承先帝临终托付之重任，像伊尹、霍光那样行使权力，辅大统于征朔，扶皇妻子石重瑞继承皇位大宝。诛奸佞，却北国，正朝纲。若有令公在京城主持政事，太原军民、刘令公以下，都愿意追随，甘为驱驰。你这一番话，是太原令公教你的，还是你父教你的？这是卑职昨夜入宫，巧遇宫中失火，京师大乱。这只是卑职的粗浅之见。小子好胆！令公，国势衰微，卑职不敢不直言以见令公。幸好是出自你自家的见识。此番话若是出自太原令公，此刻你已人头落地。后生，你太嫩了。刘知远起自蓬蒿，久立祖武，什么没有见识过，什么没有经历过。他若是想当渔翁，不会如你这般直白难看。说实话吧。刘令公与家父命卑职向令公讨一句实话：天子还可不可使？今时还能不能守？不可视，不能守。刘令公问：大事如此，河东该何去何从？令公可有所思？他本是天下第一能等之人，等了一辈子了，还在乎多等这点日子吗？起开，你碍着我了。哎，你方才就没理我，到现在还生气呢。你是王子，我是伺候你的婢子，哪里敢生主家的气？我家婢子果然不同，连气性都冠绝东南，力压巫山。哎呀，莫要生气了，是我不好，我给你赔不是。你若是厌了我，不妨早点与我说，此番回转，我便跟我阿兄一起回岛上，守着我阿娘，好歹不用终日看别人脸色度日。好，此番回去，我就随你一起上岛，一辈子摸鱼捉虾，做个逍遥岛主，再也不用理会什么吴越，什么汴梁，也不用再看见那些两脚羊的烦心事了。那是我家的岛，凭什么你当岛主？那，你当。啊！哎呀，好了。今天不让你说话，是我不好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本来就是，好好的人弄丢了，问也不让问，说也不让说，这有是什么道理吗？
这人啊，是自己走掉的，自然不用问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人的身份很是古怪。杨光仪他们在陈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意起他了。水秋公和三哥心里都有数，只不过他们俩谁都没点破罢了。这中原的事情啊，诡异、邪门，少问些，便少担些干系。所以最终大家都没有点破。你们所有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的，只有我一个人糊涂，还在这里瞎操心。郭某不过后生小子，胡言乱语。桑相公却是认真的。老夫倒宁愿这满朝文武公卿都如这胡言乱语的小子一般。这是时势，人力所不能移也。官家自家都要弃了这天下，令公这又何苦呢？你也以为我是为了官家？难道不是吗？众人高歌劝进之时，令公怀抱幼子，闯出宫禁。如今众人皆曰当行费力，却又只有令公还在辛苦维持着他。老夫没想那么多，就是觉得不公平。不公平。当今陛下兵强马壮之时，众人恨不得遥之顺之。如今他众叛亲离了，你们又恨不得万方之罪，罪其他一人，好让你们这些忠臣良将换一个神主牌位，便能安心再享荣华富贵。如今眼见大难临头了，一个个又把朝廷社稷挂在嘴上，恨不得即刻一锁子绑了大晋天子，纳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。人须有自知之明，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，但我知道有人能担，但他未必愿意这个时候来担。着火敲一晚上钟，今早又一直在敲钟，真的是有点烦了。吃饭。快去，把我的朝服拿出来。朝服？我自己去吧。不吃了。主公，天子训位至文。朕信赖先帝之灵，此首披击，朝夕寝门，未使少谢。然治伐德薄，有亏甚道，
不足以成祖宗之宏烈。今以朕昏悔，是骨肉多余，藩围勾信，宗嗣堕泯。仰观俯察，祸难多积，七庙将坠。元纪元心，善待非一族。天之历数，时有所归。握尽悬殊，允及民哲。朕虽昏昧，亦知运命攸归，自当训位别公，尽善于幼。一唐虞宋齐故事，言宗社之算，达变通之命。诏领广土，抵随万国，用保天修，无替二皇之伪劣。兹尔中外，体朕志怀。开运3年腊月17日。训位于右，谁是右？古来禅让必有其贤，岂有糊里糊涂一个右字轻轻带过的？这算什么禅让？桑相公，陛下不方便明说，这是请公卿自决呢。岂有此理！既是禅位，是外禅还是内禅，总要说个明白。岂有君主必位新君，由臣子决出之理？是啊，是杜令公还是七郎君，总要有个说法。是啊，荒唐！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？长老，神爷，水秋公，我吴越40年来，是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？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，看你的班序位置，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。然则，我还是要问一问，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？你们，还有你们，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？你们居然站在这里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？天子，这是要逊位啊！你们该问的，该关心的，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？这位吴越的少君，本朝遭逢大变，时势危殆，天子自逊大位，实在也是情非得已。朝中公卿文武，并无佞臣贼子，奈何大乱将起，陛下逊位，也是为了体念苍生，眷顾天下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天子逊位，神器更易，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，无一人眷留。桀纣尚有龙逢比干，这重元殿内竟皆是易牙成疾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？南唐西蜀自有地头，可南楚南汉，还有我吴越12州居民，又当何以自处？我家先祖遗训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势大，势大，这便是你们的大。无君无父的大，不忠不义的大。
孔子著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正满殿的乱臣贼子，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？我要扣缺，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。周老，我是大晋检校司空，我要面君。水球公要阻我吗？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不要阻我！你是谢过九郎君救命之恩，我与你同去。今日又闯下祸了。还有什么祸端能比京师着火更大？罗令公有令，命我领二位去见皇上，省得有人跟无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。我也好奇，这好端端的京师，怎么变成了如今这副鸟样？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你们礼纲常道统。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。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，何以要自暴自弃，弃天下臣民如敝履？小子，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？那个大唐早就亡了。朕来告诉你，什么是天子。天子，兵强马壮者为之。谁手里面拿着刀，谁就能做天子；谁身上披着甲胄，谁就能为天子。你披着甲胄，你也能做天子。嗯。拿着。拿着。
你披着甲胄，你挎着刀，你就是天子。哎，天子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这就是现在的天下。起来，这便是如今的世道，哪还有什么是非对错？不需要。你若良善，你便该死。官家已然不讲理了，但我们还是要讲的。最后给天子行个礼吧。